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英国援乌野战近程防空系统既能打飞机又能反坦克，俄罗斯腹背受敌，阿塞拜疆撕毁停火协议，猛攻亚美尼亚。波兰总统表示，俄罗斯是欧洲的威胁，要将波兰建设为世界军事强国。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据英国国防部报告称，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6套风暴野战近程防空系统，并交付了数百枚星光近程防空导弹。刚刚抵乌就在战场上取得了初步战绩，击落了包括苏25攻击机在内的多种俄军战机。乌军士兵也对该款装备赞不绝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摆拍合照。那么这款防空系统究竟性能如何？风暴野战近程防空系统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国防部为应对武装直升机和低空飞行的攻击机对地面装甲部队构成的威胁而下令开发的野战防空系统，由维克斯公司负责生产研发。其采用风暴履带式装甲车作为底盘，这种装甲车当时只生产了220辆，并没有在一线发挥太大作用，反而是被作为各种改进型的底盘。英国一共也就60套该系统，这次一口气就给乌克兰援助了6套。该车上部是一个8连装导弹发射装置，可以搭载星光防空导弹和炎焰轻型防空导弹。星光防空导弹是目前上速度最快的近程防空导弹，其特点是3枚箭足一样的战斗部，当其从导弹本体分离后，结成三角形的战斗阵型，并围绕瞄准线一路火花带闪电旋转着飞向目标，弹头能够穿透机甲和防护装甲，然后引爆战斗部，以保证最大的毁伤效果。而炎焰轻型防空导弹则是一种既能够防空又能够反坦克的导弹，全套风暴防空导弹车可以携带20枚导弹，其中8枚待发弹存储于发射器中，12枚备用弹则装在车体内。发射器顶部配备红外对空警戒系统，能够对周围空域进行360度扫描，一旦发现目标就会自动标识，车长就可以根据标识信息引导瞄准手操作光电观瞄准具，对目标进行观察识别。一旦确认为敌方目标后，光学测距设备会快速进行激光精确测距，并迅速发射导弹进行攻击。风暴防空车并没有配备雷达，因此全程不会辐射电磁波信号，这意味着其不会触发敌方战机的雷达告警接收器。目前风暴防空导弹车已经在英军中退役，但不是因为其不好用，而是英军觉得现阶段没有什么空中力量能够威胁其地面部队，因此裁撤以省去维护经费。而恰逢俄乌战争爆发，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这种野战防空系统。乌克兰军方已经以混装的方式在该型防空系统上搭配2种导弹，使其既能够防空又能够反坦克，从而提高战车的战场适应性。总体而言，这款防空系统对俄军飞行员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今乌克兰已将其部署在战场前线，这对俄军而言是极大的压力，毕竟这可是上可打俄军战机，下可打俄军坦克的存在。俄罗斯腹背受敌，阿塞拜疆撕毁停火协议，猛攻亚美尼亚。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频频吃瘪，其后背也惨遭偷袭。就在本月初，阿塞拜疆趁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卡拉巴赫地区发起了猛攻，意图彻底打服亚美尼亚，一举收复失地。而亚美尼亚正是有俄罗斯的撑腰，才在上次的战争中幸免于难。2022年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阿塞拜疆在冲突地区违反了停火机制。俄罗斯正在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方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目前，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此前停火协议。根据亚美尼亚国防部提供的消息，从8月初开始，阿塞拜疆军队在火炮、战机和 TB2 无人机的掩护配合下，出动了4个机械化步兵营约1500多名士兵，对位
于卡拉巴赫地区的萨里巴巴高地发起了突然攻击。阿塞拜疆军队很快控制了包括萨里巴巴高地区域等在内的多个军事要地。2020年9月底，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正式在该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也被称为第二次纳卡冲突。当年11月，两国在俄罗斯的强力斡旋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签署了有关在纳卡地区停火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则在该地区驻扎有600多人的维和部队。此番阿塞拜疆军队突然发动袭击，明摆着是不把俄罗斯这点兵力放在眼里，而俄罗斯国防部也已下达的紧急作战令，俄军驻该地的士兵外加15辆坦克、20多辆装甲车已经迅速赶到事发现场。与此同时，俄军3个重装甲旅、1个炮兵旅，共计近3万大军，也迅速抵达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带。不过，目前阿塞拜疆背后有着土耳其的撑腰，也瞅准了俄军深陷乌俄战场不敢两线作战的窘境。这场冲突双方会如何收场，火力军会保持关注。波兰总统表示，俄罗斯是欧洲的威胁，要将波兰建设为世界军事强国。2022年8月1号，据德国媒体报道，波兰总统杜达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是整个欧洲的威胁。他同时表示，如果乌克兰抵抗不住，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将直接受到俄罗斯势力威胁。波兰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波兰感谢乌克兰，使得这种危险现在得到了遏制。波兰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安全。波兰目前已经确定将其军费提高到 GDP 的 3%， 这在北约阵营的比值仅次于美国。波兰将不计代价打造欧洲最强悍的地面部队和综合防空系统，还有先进强悍的空军。之前波兰表示将在已经购买的32架 F-35 的基础上，继续增购至少同等数量的 F-35， 以及多达500套的海马斯火箭炮。这一数量比美国都多。美国陆军目前也才装备280套，并且波兰方面还将采购多达250辆 M1A2 主战坦克。在反导防御方面，除了波兰已经部署了的陆基宙斯盾系统外，波兰又加购了6套爱国者系统，而另一个部署陆基宙斯盾的国家是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在欧洲大陆南北两端彻底锁死来自俄罗斯方向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而波兰这么憎恨俄罗斯自然有其缘故，波兰在2战之前就被苏联和德国分别从东西蚕食推进，直到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完全拿下波兰。2战结束后，随着北约的建立，苏联开始建立华约，将波兰纳入了进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开始和西德统一，之后2年苏联解体，华约解散，除苏联外的其他所有原华约成员都加入了北约，波罗的海3国也加入了北约。之后的波兰开始反思历史和敌视俄罗斯。按照波兰现在的计划，其未来陆军的战力将完全碾压俄罗斯，从而将这个历史上的可怕邻居彻底比下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如果俄罗斯入侵的是波兰而不是乌克兰，俄军将会面临怎么的情形？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